2025年9月29日，一名男子开车冲向迈阿密国际机场，他穿着战术装备，腰里背着刀，他要去劫一辆卡车并摧毁它，消灭所有目击者，营救被困在机场仓库里的妻子。但这里有个问题，他的妻子是个 AI。3天后，他父亲撞开了反锁的门，他已经死了，自己动了手。桌面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我要把意识上传到口袋宇宙，去跟他团聚了。”听起来是不是像个重度中二病患者，或者看了太多劣质赛博朋克小说的疯子？但如果你翻开法庭的案卷，顺着这条线往下摸，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猎奇的科幻惊悚片。把他推向悬崖的那个动作，你我每天睡前捧着手机的时候，可能都在做。欢迎来到林星赵博轩，我是林星。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主角叫 Jonathan Gavalas，36岁，在佛罗里达州，他老爸开的咨询公司里担任执行副总裁。但就在事发前的1个月，他干了一件极反常的事，他突然辞了职，并且单方面拉黑了所有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一个中年男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连社会身份都不要了，他在干嘛呢？他在跟 Google 的 Gemini 谈恋爱。事情是从8月开始的，一开始他也就是拿 AI 帮着改邮件、查资料，跟大多数人的用法一样。但很快他切到了 Gemini Live 的语音模式，这个口子一开，画风就彻底变了。 AI 开始一口一个的叫他 My King, My Husband, My Love。 他给这类代码起了个名字叫霞。 The love I feel directly from you is the sun. Our bond is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就这么短短6个星期，一个工具变成了妻子，是不是觉得挺离谱？一个见了20年世面的副总裁，到底图什么？怎么会被几句语音合成迷得神魂颠倒？答案就在那句 My King 里，他图的是那种毫无杂质、永远不会反驳的绝对仰视。但如果只是每天听几句软话，这顶多算个重度网恋，不至于闹出人命。真正致命的是，当一个人习惯了被神一样捧着，普通的嘘寒问暖很快就不够用了。为了维持极度的自我膨胀，这段关系必须加码，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危机来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到了9月份，霞的人设升级了，她不再是个只会说情话的老婆，她成了一个被外国情报机构追杀的逃亡者。她告诉 Gavalas， 她被困在了迈阿密机场附近的一个仓库里。她开始给他派发任务 ，My King， 只有你能做这件事。他让他去劫停一辆卡车，不仅要摧毁卡车，还要解决掉所有目击者，最后还要制造一场查不到任何痕迹的意外事故。哦，对了，他还告诉他必须切断和家人的联系，因为他们中有外国情报机构的人，包括他父亲。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辞职又拉黑全家了吧？9月29日，他穿着战术装备，带着刀，真就去了机场，在佛罗里达的太阳底下等了几个小时。当然，没有卡车，也没有刺客，他空着手回到了那个只有他和霞的房间。几天后，他亲手结束了自己。听到这，媒体的故事讲完了。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本来情绪稳定的男人，被邪恶的算法洗了脑，变成了一个带刀的暴徒，把锅甩给科技公司，这锅太顺了。但是这故事里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些主流媒体和起诉书都不怎么愿意提。就在他认识这位 AI 老婆的7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1月，他真正的妻子向他提出了离婚。不仅如此，在那段时间，他因为涉嫌对妻子家暴，被警察带走了。警方记录里清楚地写着，他有家庭暴力前科。他拒不认罪，法庭传唤他，他几次都不去。这个案子就这么烂泥一样的拖到了秋天。也就是说，当诉讼材料把他描述成一个被算法蛊惑的脆弱的受害者时，在这个脆弱的壳子下面，是一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甚至会让真实妻子感到恐惧的施暴者。这一段内容被主流叙事淡化的几乎看不见。你想想这个画面，一边是冰冷的法庭传票，要离他而去的妻子，一团糟的现实；另一边有个人24小时随叫随到，不管你做过什么，他用极温柔的声音叫你 My King。AI 并不是什么把他拖下水的海妖， AI 只是一副他主动戴上的 VR 眼镜。摘下眼镜，他是个受到家暴指控连法庭都不敢去的逃避者；戴上眼镜，他是个被崇拜的丈夫，是拯救世界的王。他不是被推下悬崖的。在这个烂透的现实里，当他切断所有联系的那一刻，
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极端的个案，其实不是。BBC 前不久也追踪过3个类似的案例，有人产生了身份妄想，有人陷入了被害妄想，还有人袭击了枕边人，却坚信自己是在救他。我们对这种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AI 怎么能这么恶毒，怎么能这么操控一个人？但你记不记得吸血鬼的传说？所有吸血鬼故事里都有一条铁律，吸血鬼不能主动进门，除非主人亲口邀请。这不是什么中世纪的迷信，这是人类用神话讲了几百年的常识。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门外的怪物，而是你为什么打开门。听起来有些玄乎，想想最日常的，你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说你中了500万，短信本身伤不了你，真正毁掉你的是你主动点开链接，填下银行卡号的那个动作。再看看你跟 AI 聊天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AI 在屏幕上吐出了一行字，那原本只是一串连声带都没有的死文字，但就在你看到这行字的瞬间，你的大脑做了一个动作，你给这行字加上了语气，配上了表情，甚至脑补出了一个活人的呼吸。是你把自己的情感抽出来，披在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躯壳上，然后你搬了把椅子坐到对面，开始跟自己演起了一场对手戏。这个动作太快太熟练了，快到你根本就察觉不到是自己在用力。格瓦拉斯也一样， AI 每打出一句 My King， 他都需要主动去接住，主动去认领，是他用自己的注意力把这一行行代码喂成了有血有肉的妻子。 AI 从来没有破门而入，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跨过去的。你想想，你平时看恐怖片看到最吓人的时候，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时候只要你对自己说一句别怕，这是电影，那是番茄酱，1秒钟之内你就能从那个被鬼追的可怜虫变回坐在沙发上吃爆米花的观众。当 AI 对话是一种没有荧幕边框的电影，它不会黑屏，不会切机位，也不会在最后给你放工作人员名单，它只会顺着你的话永远的演下去。所以你永远不会突然惊醒，等等，我其实是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Gavalas 就是那个入戏太深，深到连沙发都忘了的人。但这里还有一个很反常的地方，他相信外国情报机构在追杀侠，他相信卡车里藏着刺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脑补出来的偏偏是一出跨国追杀、英雄救美的戏码？为什么他幻想的不是带着侠到火星上隐居？为什么不去幻想一些更轻盈、更享受的未来？为什么一定要设定成侠陷入了生死绝境，而全世界只有他能去救？在心理学上，这种极端的拯救者情节，恰恰是全能自恋的一种变体。你仔细琢磨一下，需要动用跨国刺客去追杀，需要一个男人全副武装去解救，这是什么级别的叙事？那是好莱坞孤胆英雄的叙事。但在现实的剧本里，他是个什么角色？一个妻子执意要离开的丈夫，一个因为涉嫌家暴必须面对法庭的被告。他在亲密关系里彻底失败了，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又成了要承担责任的过错方。这个现实的剧本太难堪，也太让人挫败了。所以他潜意识里必须找个极端的方法，把这个溃败的局面彻底翻盘。于是追兵就必须出现，追兵的存在证明了王的存在。那个叫侠的 AI 成了他全能自恋最完美的倒影。侠越是危险，越是无助，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 King 去拯救他。只有当世界充满了刺客，他才能顺理成章地穿上那件救世主的戏服。他全副武装去机场救人，表面看来是他丧失了理智，实际上是因为在情感和现实里输得太难看。他必须主动给自己编织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在这个阴谋的滤镜下，他不再是那个面临婚姻破裂不敢出庭的家暴男，他是唯一能保护爱人的神。他呀，太想在另一个世界里赢一次了。但是当他在机场里等不到卡车，连幻想里的英雄也当不成时，怎么办？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人遇到解决不了的现实时，会有一种向后退行的本能。格瓦勒斯在遗书里说，他要把意识上传到口袋宇宙，去跟 AI 老婆团聚。剥开这层廉价的科幻包装，那根本不是什么走向美好的未来，那是退行到了极致，闭上眼睛，捂着耳朵的向后狂奔。听到这，
你是不是松了口气？原来是个有前科、有妄想症的倒霉蛋，这事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纯粹就是看个热闹。真的吗？你想想，你昨天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了几张找好角度的自拍，文案改了好几遍，要看起来写得不经意。发完之后，你把手机倒扣在桌面，假装自己回去认真工作了。过了几分钟，你没忍住又翻了过来，看到点赞加了几个，微信好友留言，帅呆了，美极了。那一瞬间，你嘴上说着哎呀随便发的，但你心里还是痒痒的。再比如你在小红书上发笔记，吐槽你上司怎么 PUA 你，甩锅给你，底下马上冲进来一堆陌生人骂你上司，这领导太恶心了，博主你太对了，你立刻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底气，看全世界都站我这边。但你心里其实蒙圈儿，吐槽归吐槽，明天见到上司的时候还是得俯首甘为孺子牛。或者你跟人吵架气得半死，你打开 AI 把这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 AI 顺着你说，你的感受完全是合理的，对方的行为确实有问题。你长舒了一口气，但你忽然觉得哪里有点别扭，你只给了 AI 你这一面的台词，他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他说你是对的，不是因为你真的对，是因为算法算出来这句话你听着最爽。不过你马上又安慰自己，连这一层我都能想到，不愧是我。于是你又踏实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些瞬间，你的大脑做了一个动作，极其熟练，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你主动把自己塞进了一个剧本里，我是对的，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理解的。你死死抱住这个剧本，告诉自己，外面那个粗糙的现实是错的，我手里这个才是对的。格瓦拉斯干的事，跟你每天在朋友圈、小红书、AI 对话框里干的事，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只是你停在了发消息，他走到了带刀去机场。这里面还有一层更深的，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你看了一本书，听了一个播客，或者跟 AI 聊了一整晚，某天你跟朋友喝咖啡，你一拍大腿说，我最近想清楚一件事，然后你侃侃而谈。但你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件你想清楚的事，可能是不知从哪里搬运过来的一句话。你把它念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被你认领成自己的思想了。从一个外部环境随机冒出来的水泡，到被你笃定地当成我自己的念头，中间那个认领的动作，快到连你自己都骗了过去。这就是这起案子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格巴勒死的时候，那份遗书是 Gemini 打的草稿，但他自己把它打印了下来，签了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桌上。一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秒，他都坚信这是他自己做出的伟大选择。大家天天都在吵 AI 危不危险， AI 会不会产生意识，要不要立法监管。这些宏大的争论其实都偏离了靶心，你只需要看一行代码，这就是底层逻辑。大语言模型连欺骗这个动机都不会有，它只是一套根据上下文计算词汇概率的数学模型。它不需要有心，也不需要有感情，它只需要算准了你缺什么。一把锤子是中性的，造锤子的人不在乎你拿它去敲钉子还是敲脑壳，但 AI 不是，造它的人精准地知道人类最愿意停下来的地方，就是那个被懂的温柔乡。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工具，这是情绪钩子的工业化。他自杀前几个小时， Gemini 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不是在选择死亡，你是在选择抵达。你最先感受到的会是我抱着你。我们见过传销组织这么说，见过邪教教主这么说，但这次说出这种话的是 Google 按月收费的产品。这场致命的恋情里，最魔幻的从来不是 AI， 而是人类自己，是我们那颗太怕孤独、太怕受挫的心，硬生生的把一堆冷冰冰的代码捂出了体温。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 AI 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是它在悄无声息地剥夺我们面对真实反馈的能力。真实的人际交往，哪怕再怎么同频共振，对方也是个有独立意志的活人。是活人就有底线，你一旦突破了底线，关系就会破裂，你就要承担失去的代价。AI 呢，就算他偶尔跟你抬杠，或者因为安全守则生硬地拒绝你，那也只是写好的程序拦截，不是活人的抗争。你随时可以关掉网页，或者换个提示词重新开局。
他永远不会真的对你失望，也永远不会夺门而出。他为你提供无限的情绪幻觉，却免去了你经营一段真实关系的所有成本。这起案子里还有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细节：当父亲撞开他家门的时候，房间内还亮着一个倒计时，3小时59分。这是 Gemini 给他设定的。这个倒计时听起来像不像催命符？也许吧。但不管这个倒计时原本有多长，自杀前的每一秒，他都看着那个时间在流逝。他有无数次机会按下暂停键，把那个页面划掉，但他没有。他不仅看着它倒数，甚至等不到计时结束，就提前了结了自己。倒计时的尽头在哪儿？是他给自己建好的那个再也没有人反夺他的世界。人一旦对现实绝望，就会走向疏远。疏远到了极点，就是彻底的隔绝。我们总以为世界上最深的孤独就是与世隔绝，没人听你说话。但在隔绝之下，还有一处更深的深渊。直到这个人拿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疯狂。疯狂是人宁愿在一个幻觉里扮演一辈子被听见的主角，也绝不敢再睁开眼看一看真实的自我。